你有听过台湾的10大枪击要犯吗？这个像是动画《航海王》里面的这个悬赏名单制度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样运作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10大枪击要犯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深蓝智慧大词还有神秘名词大解析，献给有听没有懂的你。10大枪击要犯这个词呢，出现在1984年，当时因为强盗绑架、杀人事件频繁发生，为了激励警方办案并且让全民一起气凶，警政署就公布了10大枪击要犯的排名。没有想到这个名单呢，反倒成为了黑道界的英雄榜罪犯们呢，不只有南霸天鬼见愁这种小说里面的霸气称号，媒体呢还用放榜连任榜首等等的标题，做成了大篇幅的报道，吸引读者的关注。就连赌场听到枪击要犯来了，就直接双手奉上前迎接大哥，搞到后来很多的黑道角头们呢，都在想办法晋升排名。最后短短的不到7年，警政署就决定要终止10大枪击要犯排名。那到底10大枪击要犯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名单又有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不知道怎么样挑选适合的绘本给孩子吗？网络上面满满的绘本书单，你有时间研究吗？别担心芒狗狗人气精选组都帮你选好了。从家长最在意的认识身体界限、情绪教育，到常让家长烦恼的吃蔬菜、看3C 等等的习惯培养，还有深受好评的寻宝游戏本、理财观念等等的热门主题，不但一次拥有10本精选绘本，还有感官游戏和学习卡牌，官网还能够试阅全本，让你放心再购买。芒狗狗人气精选组官网独家68折，输入G77专属折扣码77推荐，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到官网看看吧。要来讨论10大枪击要犯是怎么出现的，我们可以先从1980年代台湾的3大特色开始说起。首先呢，是非法的地下经济兴起。当时台湾经济起飞，平均每年经济成长高达了 8.5%。有人说当时是台湾钱淹脚目的时代，但因为当时合法正规的投资管道不发达，很多民众就把钱投入到了非法的大家乐赌博或是地下投资公司。有些大型的非法投资公司，例如像是这个宏源龙翔，他们所牵涉到的资金大到可以影响整个股市的行情。那为了要长久经营呢，部分的非法机构就会聘请黑帮大哥或是地方的角头来担任公司的董事，方便呢在这个黑白两道之间瞧事，保护他们的非法生意。再来，那个年代呢，也是台湾黑金政治逐渐成型的时代。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开放了党禁，地方开始出现各种的新兴政党，选举竞争激烈。有些不法的党派呢，为了要赢得选举就会找来地方的这个角头贿选或者是威胁庄脚，甚至呢还会用暴力或者恐吓的手段强迫竞选的对手退选。那为了反制也有部分的候选人呢会找黑道来当保镖。因为地下经济跟黑金的政治兴起，这些黑道角头们也就更加的拥枪自重。在1980年代呢，台湾的非法枪械问题非常的严重，黑帮会从菲律宾还有中国走私枪支，自己用之外呢，还会用比原价高几十倍的价格卖给台湾各地的角头老大。而这些角头老大呢，在靠着这些枪械从事赌博还有这个地下投资等等的非法交易，同时也涉入这个地方的政治。有立法委员呢，就因为被歹徒勒索不成，遭到了枪击重伤。从1984年开始的这个10年之内，警方陆续查获了3万多支的非法枪械，其中呢，光是1989年1年就查到了将近1万支的黑枪。当时呢，高雄港是很多走私枪械的入口，不止社会上面流传着高雄车站到了，下车的旅客请穿好防弹衣的讽刺笑话，就连当红的秀场明星高凌风诸葛亮也都分别在高雄遇到了枪击。歌手沈文程呢，还在1990台湾人的歌词当中写到“台湾子弹淹眉毛，出门小心不要踩到枪”等等的内容。当时严重的这个黑枪问题，让警方的公权力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为了维护治安呢，当时内政部警政署整理出了一份重大枪击要犯的名单，他们把犯下了杀人罪或是这个高额勒索等等的重大刑案，同时又有用枪械、火力武装的罪犯
公布在警政署出版的要案查缉专刊上面，而其中的前10名呢就称为是10大枪击要犯。电影《周楚除三害》的这个主角陈桂林呢所参考的角色原型刘焕荣就是10大枪击要犯之一。绰号冷面杀手的他呢，因为涉及了多起黑帮老大的命案，被台北、桃园、新竹3个法院发出了6个通缉命令。那为了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资讯警方呢也会把10大枪击要犯的名单张贴在各县市的警察局门口，以及街头巷尾的这个布告栏，甚至是公告在报纸上面。重点是这个10大枪击要犯的排行榜呢是会随时更动的。当有10大枪击要犯被逮捕归案呢，警方就会递补其他重大的罪犯上去，而警方呢想要调整这个首要抓捕目标时，也会去更动这个排名。例如当时被媒体称为是南霸天的杨双武，他先是在1982年跟警方爆发了枪战，成功的脱逃，隔年又跟同伙开枪射伤了高凌风，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他也连续2期呢被列为是10大枪击要犯的第1名。但后来杨双武逃到了国外，警方呢就改把这个林来福列为在10大枪击要犯的第1位。而林来福呢被称作是鬼见愁，他拥有火力强大的枪支，并且组织强盗集团在全台各地绑架抢劫，短短的3年呢就获得了10亿元以上的不法所得，光是他个人就涉及了20多条人命。那警方本来是希望可以借由公告10大枪击要犯排名，让全体的警察加强侦办，并且鼓励民众提供破案的线索，同时也可以吓阻潜在的犯罪分子，没有想到却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公布10大枪击要犯排名呢，主要有2大副作用。首先有人批评10大枪击要犯排名反而助长了枪击要犯的气焰，让名单变成了黑道的江湖英雄榜，排名越高地位越高。根据这个1989年联合报的报道，10大枪击要犯在公布排名之后，身价一夜暴涨。职业赌场听到枪击要犯上门呢，就会自动的捧上大把的钞票迎接大哥。被勒索的商人呢，一听到对方是枪击要犯，也不敢抵抗，直接送钱。而且当年的媒体标题呢，也被很多人质疑像是在赞扬这个罪犯。例如1989年联合报第9版社会新闻标题写着10大通缉要犯放榜，副标题呢就写了杨双武连任榜首。有人批评这就像是公告一个喜事，反而助长了黑帮分子犯重罪，以求更高的排名。那除了可能会助长罪犯的虚荣心之外呢，也有人从这个罪犯的角度批评，公布10大枪击要犯排名，就像是被警方判了死刑。刘焕荣呢，曾经在狱中批评10大枪击要犯的排行榜害死人。他认为警方呢，以及这个媒体大肆宣传，给一些原本罪不至死的罪犯呢，仿佛明星式的排行，而让这些呢这个枪击要犯为了符合大众所公认的形象，犯下更严重的死罪。刘焕荣还举例，当时被列为10大枪击要犯之一的林敏德呢，说他之所以会拒捕，选择跟警方爆发枪战，是因为如果被捕时不还击就轰动，将来也不好混了。另外呢，也有人认为这批枪击要犯的手中呢持有很多的先进武器，如果他们不惜枪战也要拒捕，这等于是提升了警方的执勤风险。有退休的刑警就回忆当年警察配备的是左轮手枪，射个5-6枪就要停下来装填子弹，而歹徒呢是配的是乌兹冲锋枪，不但有弹夹，还可以连发，警方执勤几乎把脑袋挂在腰上。那也因为外界的批评到了1990年的5月，警政署就决定不要再公布10大枪击要犯的排名。而到2004年，警政署改将符合通报规定的罪犯公告上网，并且根据更新的日期来排序名单。有人认为这样不只可以有效率的更新资料，提供全民一起查缉，也可以避免过去通缉犯排行榜的负面效应。回顾这段公告10大枪击要犯排行的历史呢，我们其实可以理解，警政署当时的初衷是希望可以加强治安，鼓励全民一起缉捕这个罪犯，只是没有想到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那么也观察到，有很多枪击要犯的成长背景呢，大多都来自于贫困弱势的家庭，经济跟教育资源不足的他们，可能呢比较难借由正当的管道出人头地。换句话说，当年台湾前烟角木的经济红利，他们可能都享受不到。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加入黑帮把自己塑造成叛逆的英雄，可能比较有机会分到一点经济发展的红利，同时这也可能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那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呢，警方公布名单还有媒体的报道方式，可能反而提供了这些罪犯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机会，让他们更想要去证明自己，名扬四海。所以我们也思考，除了公告排名，如果能够去想办法从根本去改善社会的贫困或是不平等，是不是也有机会可以从源头去减少犯罪的发生呢？
当然了，我们的反思呢，可能是有点马后炮。当时的这个台湾社会在经济啊、政治各个层面变动非常的剧烈，警方面临巨大的压力跟挑战，而治安问题又是一环牵着一环呢。如果整个社会没有从结构面来检讨改善问题，要单靠警政单位维护治安，还是很不容易的吧。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有听过10大枪击要犯吗？你完全没有听过，今天才知道有这段历史。B 虽然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但后来呢，在新闻上面陆陆续续有看过，所以我觉得生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这个排名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10大枪击要犯。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黑金政治以及前科议员。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Regardez la diffusion des Jeux Olympiques de Chongqing. Oui， 先使申办行动精彩5G HiNet 光时代指定方案，最高享哈密 Video 电视馆首年免费，精彩奥运大开眼界。